到了2023年的今天，要架设网站实在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相对应的网站架设软体也很多，但在这么多自架站时之中 ，WordPress 多年以来都是位居首选位置。今天影片我们会来讲讲要怎么自己使用 WordPress， 在家里用电脑就可以设计出一个网站来。WordPress 诞生于西元2003年，是一个开放原始码软体。地球上大约40%的网站都是用 WordPress 架设的，并且在全世界都有开发者与设计师替其贡献布景主题、使用功能外挂或本地翻译，也是目前最主流的 CMS 内容管理系统选择。一直以来都很适合拿来写部落格、经营自媒体内容网站，而随着网际网络发展，仍不减其地位。WordPress 经历多次更新改版后，至今已经到了第6代 WordPress 6.0。这10几年来也不断进化，让网站架设入门的难度一直在下降，架设网站的体验也越来越好。如果想架设一个网站，就算是刚开始的新手同学，也可能初学第1天就能够架好，然后不出摸个大概3-5天吧。我相信也能透过 WordPress 来手工出一个完整网站来。要架设一个网站所需要的成本，主要是购买主机、网域以及布景主题和外挂。而主机的部分呢，以我们刚开始学习用的规格来说，大概是每个月500元到800元左右。而之后随着网站的规格需求提高，当然会有相对应的成本涨幅。而网域的话，则是依照每年计费，第1年授权大概便宜的几百元就有，不过通常第2年开始就会更高。如果想要更顶级一点的网址，价格也会更贵。然后网站布景主题的话，目前主流大家使用的热门主题，1年授权大概都是落在2-3千块左右，而功能性外挂也都是落在这个区间内。那我们就可以去简单算出我们自己架网站持续维持1整年的费用，大概是落在台币1万元以内就好。那当然就是这一次以刚开始学架站来抓的基本网站规格啦。如果想要更好的主机效能或是更好用的功能，当然相对应的费用就会更高了。那我们这一次推荐使用的主机服务商 Cloudways 的首页，这是全英文的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们会一步一步进行。首先我们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，这边可以用 Google 账号快速登入，而成功登入后接着要设置密码，密码至少要有8个字元以上，并包含大小写、英文字母与数字。然后填个简单问卷，包含职业别以及使用用途，还有主机预算。接着 Promo Code 这边可以输入 Riven30， 这是我们频道的专属折扣码，在前3个月主机费用上可以有7折优惠。填完之后勾选政策与隐私的同意，就可以到下一步了。而来到这个画面，我们要先做账号的认证，只要输入手机号码，并将收到简讯的验证码输入即可完成。成功验证账号后，我们的账号注册流程就完成啦。而接下来就是要开通我们的主机。如果不小心网页跳掉了，我们可以从网页上方的加字号来选择新增伺服器，就能够回来了。这边就是创建主机的地方。第一个我们选择 WordPress 目前最新版本，然后是帮这个应用程式与伺服器名称取个名字。而之后如果专案多的话，也可以选用不同的专案来分类。而底下这几个是不同供应商所提供的主机服务，这边有推荐使用第一个 DigitalOcean 就好，这是使用上体验相当好的主机。而再往下是选择主机规格，基本上就跟买电脑或买手机差不多，选择越多容量越高核心的规格，价格就越贵。在底下可以看到目前的试算价格是以每个月计费的，想用多少就花多少。有些主机商开通主机就要绑定1年以上的方案，而对于我们刚开始接触架站的同学来说是有一点不方便的。最后是选择主机的所在国家位置，这边可以选择离你最近或是与你网站使用者最近地理位置的国家。以台湾来说，最近的地点就是新加坡了。选择完成之后，我们主机的初始设置就 OK 了，确认没问题之后就可以送出。接下来大概要等个几分钟的时间，系统会帮我们自动完成主机的建置。
我们就稍微等一下下，这边最后有个重点要提醒一下，我们在账号注册的3天试用期间内，要请大家先升级一下完整账号，在倒数时间内我们可以按下绿色的按钮，或是不小心超过3天才回来这里的话，这里都会引导你进到这个页面，并输入信用卡号以及账单资讯，地址这边需要用英文做填写，可以到中华邮政全球资讯网的中文地址音译进行查询。如此一来就升级账号完成咯。接下来主机会依照使用状况对信用卡进行扣款。很快我们的主机才几分钟时间就建好了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在这台主机上去架设 WordPress 网站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网页上的伺服器页签切换成应用程式的画面，或是直接在网站上方的选单做点选也可以。接着直接点选刚刚架设主机时系统自动帮我们安装好的 WordPress 应用程式。这个面板是我们 WordPress 网站的管理界面，我们之后有关于主机与资料库等等设定都会回到这里来。同时呢，我们点选这里的网址，就是我们刚架设好的 WordPress 网站了。这是一个已经上线并且公开的网站哦。而网址则是临时用的而已，我们可以之后再换成自己的网域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管理界面，这边有一组我们网站后台连结，同时还有一组账号跟密码。我们透过这组账密就可以登入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控制台，直接复制贴上过来就好了。登录后就会看到我们 WordPress 网站后台的界面了。之后有关网站上的建置、文章撰写或网页设计等等都会在这里进行处理。如果看不惯英文的同学，我们可以在设定这边进行界面语系的切换，在网页语系这边可以选到繁体中文。在后台任何设定在选择好之后都要记得储存。更改完语系后，整个网站就会是繁体中文的界面了。OK， 我们今天的进度差不多先到这边。下次上课我们会来认识一下 WordPress 的控制台。而在这边也恭喜你已经架设出第一个 WordPress 网站，并且成功上线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只是将网站本身的内容完成度去提高而已。这会是一趟有趣又带点挑战性的过程哦，一起加油！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